地段好屋龄高，这是会变身的哦，它也不会变成什么地段好屋龄低啊，不可能，那不可逆。如果是就是都更嘛，对啊，好，那请问你的猪地段差屋龄高变成 B 地段好屋龄高，地段由差变好屋龄是更老，这中间是发生什么变化？在我看起来最安稳的例子叫做发生了引发了工作人口变多的重大建设开始发酵。我再说一次引发了工作人口变多的重大建设它开始发酵。你看台南科学园区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南科啊，不然以前归仁跟仁德谁鸟它，对不对？那你看它现在变成什么样？所以啊，我会去做重大建设的功课就是这样来的。你也可以去做啊，不要被屋龄困住了这屋龄这个在地段面前就真的还好为什么屋龄这个原则还好怎么投资客好像都不太在意先说结论，因为地段的重要性远高于屋龄。你地段好的房子一出来就会被扫掉那投资客才不会管它屋龄有没有超过30年呢？地段好就是好。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小换大旧换新的终点，台北市蛋黄区大坪数那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屋龄重要吗？这次一样是一个那个观众问我的问题那一样先来描述一下他的问题，就是他看上一间蛋黄区的房子，然后头期款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房子的屋龄，他说已经快要30年了，所以他就问我这间房子能不能买，直接说结论可以快买，因为屋龄真的还好，他很确定他那个是他那个县市的蛋黄区，房子在蛋黄区，地段好，基本上就是无敌的。我随便举个例台北市东门捷运站老公寓，对不对？这个是顶尖战场中的顶尖战场，东门的老公寓，为什么一坪可以卖到90以上？来看图你看我都帮你圈起来了，这个就是591的距离东门捷运站约476公尺屋龄57.7年，开价3688万，这个总建坪是那个40.63一坪已经卖到90.78万3688。好，再来，距离东门捷运站1043公尺1公里屋龄38.1年建坪30.22坪，然后它总价开2920一坪给它开到96万96万6。第三个，这个距离东门捷运站336公尺，这走路都会到屋龄50.1年总建坪25.32坪它总价开到3298万，这换算下来一坪是130万它是公寓4楼的2楼，你看是不是神奇的2楼？先说这个我没有推荐来，你看第一间57年屋龄的房子1坪90第二间38年屋龄的房子1坪96，第三间屋龄50年的1坪130不是说屋龄很重要，怎么现在50年的房子1坪还可以卖到130？等都更这个就是顶级地段的威能。东门那边还有很厉害的学区啦顶级地段就是这样，它就是能够加100分那你其他的有的没的，要扣10分20分而已它总体来说它还是很好的东西。地段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地段远比屋龄重要注意我说的是远比远比，我不是说稍微重要没有，是远比所以这位观众问的屋龄18年，地段又好，这个在我看我觉得这很完美屋龄18年，就他跟我说这个放下去就会在他手上超过30年，到时候还好卖不重要，真的不重要，18年是很好，好不好？在我看起来，这个都是很棒的房子其实很多观众拿来问我的房子，在我看来都太新太好了你是要自产的，真的不用去找那种什么10年内那个屋龄6年，他跟我说他是中古屋，是不是哪里怪怪的？对，是没错啦。但是我们在讲的中古都22、24年呢，对啊，那个屋龄那个个位数的在我看来都是新房子那甚至是新成屋这买起来都很贵CP 值就是没有那么高像我自产在高雄，我都找那个屋龄20年以上，为什么？因为我持有5年以后卖掉，它还没有30年对，它就还不是30年的房子，所以下一手自住的人就是会愿意接手。这边讲的是县市差异我是在高雄，
高雄的那个屋龄超过30年，确实就会出现一点状况但一样地段还是远大于屋龄的重要性。那在高雄你买20几年的房子自产，这个很 OK 啊。如果你在台北新北我怎么觉得基本上你不太要管，你要管的是屋况，就是说你买下来会不会花太多钱，好几百万去做什么结构补强之类的我刚才不是有秀给你看吗？东门站捷运东门站屋龄50年的公寓，一坪给它开到130，你觉得它会不会有人买？我跟你说会为什么？学区嘛地段嘛那捷运站嘛最后你要知道为什么屋龄就还好不重要我知道大家想要住新房子，我自己也想我也住过真的觉得还好那自然就会想要买新房子，这都人之常情很正常但是屋龄真的就还好，差不多地段的房子屋龄比较低，它就会卖的比较贵，没有错。但它的房租不会因为屋龄比较低就可以租的贵非常多啊。你要想，你同个地方同个地段，那个我们来算房租屋龄轻的跟屋龄高的都是3房2厅整户在出租的，你为了要买那个屋龄轻的，你要多花，可能是以双北来说多花快500-600万那你租金是可以多加1万2万上去吗？也没有，都差不多，行情像我刚才举例的东门站假设你在附近上班，你会想要住在附近的50年公寓还是要通勤1-2个小时的10年电梯大楼？我会看先猜，好像还是近一点比较好，公寓比较好。然后如果你还有小孩你要那个厉害的学区的话，对因为通勤1-2小时蛮痛苦的你有能力的话，你还是会这样子选不然民生社区卖给谁，对不对你以为都老人没有，那年轻人很多对，我知道，我之前有建议你可以买老远小，但那个前提是就口袋没有钱你现在口袋有能力买蛋黄，买得起蛋黄，还是要买蛋黄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的吗？自产唯一标准就是地段那自住的标准就是你爽就好你看我都没有跟你讲到屋龄我前面讲我在高雄都买屋龄20年以上22、23、24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好脱手，在我手上它不会变成30年的房子。那难道地段好的房子屋龄超过30年你就瞬间卖不掉吗？不会它只是卖的比较慢多卖几个月而已人家屋龄轻的1个月就是20几组带看，然后就卖掉了。那你屋龄超过30年你6个月凑一凑也是20几组带，你还是卖掉了。重点还是地段。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屋龄重要吗？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观众的问题，就是他看上一间蛋黄区的房子，地段贷款的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在这间房子已经快就屋龄才18那他犹豫要不要买。那我的看法是，地段好的房子是不用管屋龄了地段的重要性是远远超过屋龄的。例如那个东门捷运站50年公寓，那个一坪可以卖过90，卖到130，这个就是顶级地段的威能那另外我也分享了我的概念就是我买高雄房子地段好的前提之下，能选当然是选屋龄22、23之间的房子这样我5年后要脱手，我更容易卖给首购族。但是这是有差异的那高雄地段超好这个我等一下讲八卦再讲例如你买的是台北新北县市差异就是屋龄大概都没差了，都会有人接手的。地段重要的原因是它需求就是很强烈，才会变成好地段那一个地段好的地方一出来就会被扫掉了。谁管这个房子的屋龄有没有超过30年，有没有超过40年？以台北市来说，东门捷运站他妈50年了，那买下来等都更不是刚好而已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
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 LINE 哦。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哦。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哦。他的 LINE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哦 ，BUYTAIPEI 哦，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地段的重要性远大于屋龄哦。我也有哦，就在我手上，它屋龄会超过，就我要卖的时候，我现在还不会要卖嘛，那慢慢放好，在我手上它屋龄就会超过30年，在高雄我也没差，对啊，因为地段就绝佳哦，绝美哦，那这种东西啊，卖掉买不回来，对不对？根本就是可以传家的东西。所以我之前影片会讲说，中南部尽量不要让房子在你手上超过30年哦，你要卖的时候超过30年。那除了地段超厉害的以外，这个补充我一直都没说，因为什么叫做地段很厉害啊？这又牵涉到做功课的深度稍微不是很容易歪掉。每间房子的屋主都嘛说自己的房子地段很好，不是吗？以高雄来说，屋龄超过30年，确实在销售上你周期就变长很多，会变难。它是变难卖，它不是卖不掉它是卖的时间要变久而已然后它涨幅会开始收敛就会涨得比较慢好，但房地产市场就是很复杂，什么流派都有啊那大家都赚钱啊，所以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啊。像我会员影片，我不是也拍给你看那个投报率产品，对不对？投报率产品这种东西又可以无视屋龄了，甚至稍微无视地段，所以你自己的路线跟剧本你要规划好你不要错置了。我排给你看反正那个屋龄跟地段的排列组合，以增值幅度来看，粗略区分就以下4种。A. 地段好，屋龄低，就地段跟屋龄都好的B. 地段好，屋龄高。C. 地段差，屋龄低。D. 地段差，屋龄高。就这样 A、B、C、D 地段跟屋龄地段好不好跟屋龄高或低，就这样。这 A、B、C、D 你看也知道。C 跟 D，C 跟猪相较于 A 跟 B， 它就有明显的劣势嘛。那有 A、B 好地段可以选，你怎么会去考虑到 C 猪，对不对？那 A、B 的共通点还不就是地段？又其中的 A 也就是地段超好，屋龄又低的房子，那一定超贵啊。可能是那个城市中的创新高价，对不对？地段好，它屋龄又低耶。那这样子你的增值就没有旁边的中古强因为旁边的中古是怎样？它就是 B， 它就是地段好，可它屋龄高你选了 A， 基本上是自嗨需求那你选 B， 地段好，屋龄高，反正性价比很高，你是蹭那个 A 就好了我们都做中古，其实就是在做这个剧本。我也直接告诉你了只要你确定你的地段没有问题地段超级好，那屋龄就真的还好怕的是不清不楚。你以为你在选的是 B， 也就是地段好，屋龄高你接受了屋龄那你以为你在选一个好地段屋龄是高的你觉得它地段好，其实它是租，地段是差的，屋龄是高的。那你这样你就要住套房了一住那5年8年10年起跳，地段好不好谁说了算？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谁说了才算？银行说了算。为什么？因为银行认为的地段好才是首购族能够贷款到80%的东西的好地段就是这样。这个粗略，我前面讲 A、B、C 猪，这个是粗略分类的剧本但你要更进阶可以把一个维度考虑进去，时间的维度直接讲，这不是什么秘密，大家想一想都知道能够让你赚最多钱的就是怎样，它原本是租，也就是地段差，屋龄又高，但是后来变成了 B， 地段好，屋龄高。这是会变身的它也不会变成什么地段好，屋龄低不可能，那不可逆。如果是就是都更嘛，对啊好，那请问你的租地段差，屋龄高，变成 B 地段好屋龄高，地段由差变好屋龄是更老，这中间是发生什么变化？在我看起来最安稳的例子叫做发生了引发了工作人口变多的重大建设开始发酵。我再说一次引发了工作人口变多的重大建设，它开始发酵。你看台南科学园区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南科不然以前归仁跟仁德谁鸟它，对不对？那你看它现在变成什么样？所以我会去做重大建设的功课，就是这样来的。你也可以去做
不要被屋龄困住了哦。这屋龄这个在地段面前啊，就真的还好哦，真的还好。